大家好，咱们今天呢接着还是上一期的节目，因为我中间呢有一次啊，少录了一期关于这个日本棋院这个攻防部分，所以呢，今天再多做一期，我们再来继续上一次的内容。这个棋呢，他说呀，说这个黑先，白挂角小尖，黑棋小尖，白四间拆，这个是没见过啊。黑棋呢紧闭后，虽然有不少打入点，但预想大体上只能是一个。那么咱看看它打入点在哪里。通常这个打入呢都是靠这个了，再顺势走这个。这样的话呢是题目他就说叫净出啊，就净向出头，就这么个棋。关于这手棋，如果下尖顶，这里呢白棋可以机敏的一扳，争个先手，然后再来封锁。这样的话是白棋是不错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，嗯，跳出，这个时候白棋当然是不能走这个了，走这个的话呢，肯定不好，是吧？就这样，那白棋两块，黑棋就一块，完了这边还捞着的，所以这个棋肯定是不行。那他怎么办？就只有断了。黑棋打这个，我觉得这样的话，其实白棋还不错的，还是可下的。那他书中说呢，这是黑棋充分，黑棋充分是充分，我就这里在解说，我觉得多少有点疑问啊。充分归充分，但是说呢，嗯，下成这个结果啊，白棋就算已经是不错了，因为他毕竟在这面呢压过来处理好一块棋，至于说这个子可弃，可战啊，以后再借用，这算是一个正常吧。除了白棋的这个断呢，还有就是这个虎再拐安定，这样呢白棋还是可以的。回到一开始，就是说棋逢难处，小尖尖走一个这个也是不错的。这样这样，这个结果呢，他的评论呢说是黑棋简明可下，简明一下。那你说白棋怎么样呢？我觉得这个白棋也是一盘棋吧，看淡，这里要看清，就一颗子嘛，对吧？他吃也不是说一手棋就吃干净了，我觉得这是可以的。我们再往前倒，往前倒，就这棋打入的时候，如果白棋走这个呢，这个是不可取，是吧？这样的话，这个子啊，基本上被摁住了。还有就是说，黑棋呢也不打入，就这个，这是好棋吗？他要跳，这个子跳啊，这样，这个结果肯定是这个，黑棋是有疑问的。白棋走结实了，那这颗子的鼻柱啊，就反而就是显得有些位置比较不理想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棋形，这也算是一个长形啊。呃，这面的配置是个3-3，它挂过来以后呢，猜个三，轮到黑棋下。黑棋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飞，这是一步关键手啊。那为什么不走长呢？咱们看看长的变化啊。其实长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能下，但是毕竟啊，让对方顶住以后呢，这个扳了、冲了、挡了、扳呐，多少让这个黑棋感觉有点委屈，是吧？而且白棋相对来说这个棋形也是比较完整的，所以通常是飞一个，飞到2路，看似委屈，但是留着后劲儿啊。我们再来看这里面有没有这个
这个单推这头好吗？他也不必须断，他就是爬回就行。这个结果他说是黑好，当然白棋也拿了个先手，挖。面对这个挖呀，打了，如果站这边，哎，像成这样，这个呢说白棋也安心了，嗯，其实双方也都能接受吧。这个棋如果是吃这边，吃这边，这个打是很可怕的。他说是这个打呀，令人生畏。这个劫啊，毕竟是双方来说都挺重。如果这个白棋打到这儿，黑棋一手去薅了，万劫不应把这粘住，这个成功。可是呢，如果是对方走了要应劫的话，那这要拔回来，这白棋这也是巨大。还有就是说，黑棋选择溜边怎么样？这个呢，应该说对白棋的威胁性很小了，是吧？差一点。至于说这种就更不常见了。这样白棋呢也得到了加强。然后就是说，白棋白棋如果先走呢，就把这个交换掉，巩固自己的这个阵势啊，这也是白棋的后续吧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棋，这个棋呢就是以前的一间低挂，二间高夹，通常呢小尖是非常的，非常流行的啊，就是从坂田时代、秀行时代，一直到这个小林光一为止，这个小尖呢都非常常见。为什么说叫小林光一为止呢？就是说这个呀，在小林光一时代的时候呢，小林光一一定是白棋的啊，黑棋是别人，胜率明显是小林光一高。那小林光一高呢，一方面是他本身的实力的原因，另一方面呢，可能这个不是定式呢，这个是黑棋稍亏的局面。但是呢，就是在坂田和秀行那个时代啊，这个棋非常常见的。打棋谱的过程中也没有发现说，就是说他下小尖就不行，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啊。但是在小林光一时代的时候，这个就基本上都是他赢，所以呢，可能这个形状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啊。但能不能下呢？就是说对于咱们业余棋手来说，其实别说业余棋手，就职业棋手也如此。你如果心态是那个平和的，我就没觉得这块亏，是吧？我从一开始我就不急躁，那机会有的是，不在于这里。这里其实顶天儿就亏个，如果真是亏，也就是几目棋而已吧。那真正大胜负的地方，那可能一下子十几目20目出去了。这个这是所以说我就是说的是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不会飞鸦，你对飞鸦一点不了解的情况下，你就走最老的这个也行，只要你这个放开了心情，是吧？平常心，这个无的失的平常心你用好了，照样能拿下对手。这样这样的话呢，就夺了这个白棋的根啊，这黑棋其实很满意啊。这时候补是必须的，如果不补，白棋走，这个就马上白棋变厚啊。打住以后，这个黑棋是成功的，但是要严防死守，对方有没有这个反击呢？还是那句话，这个劫到底打上来会什么结果？这个很可怕。毕竟是黑棋的先手劫，这个要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，如果白棋没有这个更大的劫财啊，那个粘上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。因为这里这个一旦薅回来，这个万劫不赢一粘住，这白棋整个都存在着这没有眼位了。那如果委屈的粘上了呢，那他也粘，变成这样，这个结果是黑棋可战。
我们再来看这个棋，白棋呀、盖住说他从这边挖，这个是好棋吗？这是典型的俗手啊，只能从这边再回家。这个白棋非常满意。如果没有这个打入，就是溜边这个就不行了。这个毕竟你这边已经投入了3颗子了，相对来说很坚实。所以呢，像这种2路的飞呀、那是白棋欢迎。当然，白棋的下棋这个小尖呢，也是巨大无比。这个尖呢，伴随着后面的并，这个会对这边黑棋有很大的这个以后就是说沾光吧。一下突然间猛，这词儿都不会用了。这个小尖我印象非常深，这小尖在小灵光一的对局里面经常会看到的。长形都在消失，原因何在？就是说有打入。当这个打入越来越被大家所掌握的时候啊，这个 AI 才会产生这个变化。也就是说，像这样的棋型，现在也都看不到了，就是因为觉得这里面还有打入。那么这个打入呢，如果是4线打入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不是棋呀、这就不是棋了。但是一定要知道，是吧？虽然说像这种飞呀、2路飞现在没人下，但你也要知道，这是一个起底。所以呢，他打入是只能走这个打入。这样黑棋是成功的。那阻度是必然的，这个阻度这是最抢手。但是黑棋呢，它也有办法活在里边，它还是能活的。这样它可以活。这个结果呢，到底怎么样？这要根据情况定。虽然活了，它毕竟啊，它也就活个2目棋而已。那这个子呢，多多少少有这个被碰伤的嫌疑。如果白棋外围啊很结实的情况下，没有什么断点之类的，这个我觉得白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我们再往回倒，就到这儿的时候，反击断，这个变化是很重要的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收气吃啊很费劲，白棋是感觉这个棋不好下的。那至于说它断的时候就赶紧就收气呢，效果其实差不多，还是这个样，就是说这俩子啊，你还得收气吃它。而这里面他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子啊，也显得位置不错了，毕竟呢，如果这面都是收气紧住了，那这个模样是非常的完整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是说不打入，碰，这也是可以的，也是有的。碰了，这是现在所谓的 AI 了。就是说碰完了搬了，连搬了，是吧？这都是可下。所以呢，当初这个飞呀、他认为这个棋是否可以考虑大飞？相对来说，黑棋不好找点，找这个打入点，这个也算是个常型了。虽然现在很少看到了，但是呢，在所有的教科书里面都会讲到关于这个棋型的打入。如果是这样，黑棋是太满意了，所以呢，白棋这里粘呢也是很正常的。这个搬一手棋，是次序，然后再来跳。那这个时候你再来冲是不行的，冲它这面要给吃死了。所以呢，到这儿啊，白棋不能冲，白棋不能冲。如果冲这个呢，那这样的话是被分割作战，这白棋也是很艰难。至于说白棋下这个，这个都是不成其为棋了。变成这样，这个呢也是这白棋太委屈了。
所以呢，在这个黑棋来点的时候啊，这个拖一个，这个是个手筋，那他来走这个，这就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手筋，立一个多弃一子，再来夹住。可能有人觉得这里面损失很大，实际上它是个收气吃，收气吃没吃多少目，吃了半天就吃了8目棋啊，这吃了8目棋，那这个太满意了。这黑棋实际上是上当图，因为他这个在挡呢又是先手，他这个如果是先手啊，这边打入就很轻松了，你不管是怎么选择打入点都很好下了啊。当白棋照的时候，如果黑棋不选择断，黑棋这时候呢选择回头也是有可能的，比如说下这个，下这个，下这个呢，那白棋打吃这个，他再提，他再扑，再提，等再打吃的时候就不要再接了，跳这个，这样呢，应该说白棋啊也没有一个完整眼位，这个也是一种下法吧。刚才介绍的是从这侧搬，说这侧搬呢，这样呢实际上是没什么太大区别。我们再来看看李沧浩的点，为什么叫李沧浩的点呢？这个当然这个棋型并不是说是李沧浩独有的啊，但是李沧浩在这个二路猜的时候，这个点的手段是非常的有名的，就是当初他跟李海峰就这么下，后来刘苍鹤也借用他这些招。像这样，这个结果黑棋啊也是战果充分很充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白棋如果选择上面打，他拐住，这个扳呢，上面的扳和这个打吃成了剑合，黑棋也是捞了很多。那好，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，关于这个攻防内容就是这些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